大家好，我们是工程师小教室。这个频道是由一位资工学硕的硕士生以及一位资管的硕士生共同经营。我们目前都是硕二的学生，对于 Python 的使用拥有丰富的实作经验。这个频道将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帮助初学者踏入程式语言之路。我们将陆续更新影片，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哟。在开始我们的 Python 教学之前，让我们先来对它进行简单的介绍。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 Python 的历史。1989年由吉多·范罗苏姆着手开发，他的设计哲学受到了前身 ABC 程式语言的启发。ABC 程式语言原先的设计理念专注在程式的可读性。Python 主要是在克服 ABC 程式语言的一些限制，主要关注在提高开发的效率，让程式简单明了，同时提供一种能轻松扩展的程式语言。在1991年 Python 的 0.9.0 版本在新闻论坛中发布，这是 Python 的第一个正式版本。Python 1.0、2.0还有 3.0 分别是在1994年、2000年以及2008年发布。Python 2还有3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并行存在的。在2020年，官方停止对 Python 2进行安全更新与维护，使得 Python 3成为主流。本教学系列影片也将以 Python 3作为基础来进行教学。接下来将介绍 Python 以及 C 语言的差异。第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在面试时也可能会被问到的差异是 Python 程式语言是直译的，也就是说在运行时有一个直译器对程式码来逐行读取，一一解析和执行，不需要将整个程式码事先编译成机器码。简单来说，就是在运行时才将程式码即时翻译。而 C 语言在程式运行之前，需要一个编译器将程式码转换成特定平台的二进制档案，也称为机器码。因为直译和编译的差别，导致 Python 有跨平台的特性。只要在环境中安装了 Python 直译器，相同的 Python 程式可以在不同的作业系统环境中运行。而 C 语言编译后的机器码是有平台依赖性的，不同的 CPU 架构或是不同的指令集可能会需要不同的编译过程。也因为直译和编译的差别，造成实际运行的 Python 的执行速度会比 C 语言来的慢一点，但因为直译的特性 ，Python 有更高的灵活性还有开发的效率，因此开发者可以快速编写和测试程式码。接下来介绍一下 Python 主要的特色，因为语法简洁、容易理解，具有高的可读性，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好上手。丰富的扩充模组也被称作套件，这个特性让 Python 可以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像是网页的开发、资料分析以及机器学习等等的领域。还有前面提到的跨平台的特性。动态类型的特色也让我们在进行编程时，不需要在程式码中声明变数的类型，而会是在执行时自动推断变数的类型。Python 是一个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它的数字、函数、字串都是物件，支援继承、重载等功能，促进了程式码的重用性，有助于提高开发的效率，降低维护的成本。以上是我们对 Python 的简单介绍，下一部影片将会介绍 Colab 并带领大家来使用。在之后的 demo 程式码，我们会使用 Colab 这个工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影片。